可是预售现在满地都是这种东西，就说明了他们好像也不是看那个方式看未来看得多坏，他们就是很单纯今年的财务状况已经没办法顺利交屋了 OK， 所以他们要平转。我个人会认为这个窗口蛮难得的呢，对啊，真的是蛮难得的呢，以前也不太容易这样子去出现，这次平转真的是舍不得割肉出来的，而不是说什么之前乱买把它弄到爆什么的，我个人的判断是这样。所以我自己最近也在591上看那些平转的物件，不过你现在要去吃平转的物件你就有那个本事，什么本事？就是你要有实力交屋，就这样顺顺利利把它交下来就这样。哇，你在2025年的等于年中了，还看得到2023甚至2022的价格，真的很香啊！这真的是很香，这是中古做不太到的事情这可能要事故屋才会比较常见但是预售没有。那因为什么外力因素？这都不是房地产的锅，这个都是股票爆破以后需要钱然后紧急要拿出来换，要割肉掉的。现在买预售屋还是4年后去捡便宜，揭露建商没告诉你的事，搞懂省下100万。先说结论如果4年以后你可以等到低于行情的新成屋，那我也建议你现在不要买嘛。当然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上一支影片聊了楼下是卖吃的，会影响居住吗？如果你还没看过的话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来跟你讨论，现在买预售屋4年后存好现金买新成屋，哪一个比较好那这次来聊一个有趣的问题，就是观众问我的，我觉得蛮有意思。那内容是这样，他看到现在新闻到处都在报预售屋法人问津有的没的这样，然后我影片也都说买预售屋是买未来未来价这样，但他还是想要住新房子，所以他就问我说，那这样他应该是现在去订预售等预售盖好，还是就直接到时候还是看中古屋这样，哪一种做法有机会让他买到便宜的房子？好，你看是不是有趣的问题？他又要房子新，他又要什么便宜？那我们就要先来聊说，现在的房市是不是有可能会跟他预测的一样，预售都会卖不掉然后后面变成说预售卖不掉，然后新成屋也卖不好，然后新成屋那边降价有便宜给他减这样。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新闻标题我念一下。库存压力浮现，北台湾房市待售建案4年半新高，然后有一张住展风向球可以参考就住展杂志整理的资料，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预售市场的状况真的是不容乐观就是看屋跟交屋的数量现在是都在下滑的。虽然它今年3月有变成绿灯，但我觉得参考就好因为3月是刚过完年，通常这时候看屋的人潮本来就会比较多。那所以你要知道，你有机会遇到便宜的新成屋吗？那在讨论之前我们还是要讲一下前提，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是预售屋市场房市中的预售屋市场跟房市中的中古屋市场是切开来看的。现在的中古屋市场就稳定只是之前那看到气氛那么嗨它乱开价的情况消失而已，卖家的底价都还是没有什么异动，除了零零星星真的很零零星星那个要卖房子要救儿子，因为儿子那个美国关税股票被爆破什么有没的。那我认为你想要等到4年后吃这个便宜的预售屋，这件事情不太容易发生。原因除了我们以前讲过，建商不会让房价跌以外你要期待的是连续4年的房地产市场都很差，差到什么样？差到建商割肉给你这个割肉是怎么样？就是他房子真的卖不掉，所以他本来一坪也卖40万现在一坪卖35万然后之前签约的人也卖35万，不然大家都会解约那他资金会直接被断头掉。也就是说，你看未来4年的台湾经济，那你的预测可能就有几率发生。那这个状况什么时候发生呢？重大经济危机，例如我们之前讲的美国次贷风暴、日本经济泡沫泡沫后广场协议以后到泡沫这之间，日本有5年的时间在歌舞升平那这样子才会迎来长期的经济衰退迎来长期的经济衰退以后，那之后的事情怎么样没有办法预测那你也不应该期待它会发生，因为到时候对台湾对大家来说到底有什么好处？最后你要知道，经济很不好的情况之下，旁边的中古屋会发生什么事情那我们最后就来讲，假设今天真的发生了4年以后预售都卖不掉，然后它已经变成新成屋了嘛，然后抛出来，然后就景气真的差到不行，建商必须要割肉便宜卖给你的情况之下，你要买吗？你敢买吗？之前预售那么夯建商都可以乱做交屋了，然后你期待在景差变差的时候，建商更认真去
服务好给你，那个管子都帮你藏得好好的。然后那假设建商真的很认真做，房子都没有问题，但现在景气就很差嘛。你是会买建商从一坪60万降到50万，在那边出清的房子，还是你就直接买趴在旁边还在一坪30万的中古屋？我跟你讲哦，中古屋哦，为什么大家会去看中古屋？为什么？因为经济就太差了呢。经济就太差的时候，什么东西很重要 ？CP 值非常的重要，大家都在不愿意花钱，你知道吗？就是说钱要花在刀口上口袋里就没几个钱了。这个时候就是 CP 值为王。那我们很明显可以看到去年嘛，那个预售屋的情况就是大家想的事情已经不是 CP 值了，就是先求有再求好，我先上车我再说其他东西就再说这样。这个是经济很好的情况之下，房地产又很热的情况之下会出现的情绪。当你经济很差，房地产也很差的时候，你不可能会再有这个情绪，所以到时候大家就什么挑挑拣拣到爆。那已经从以前的预售到现在已经盖好要在那边便宜卖的新成屋它跟旁边的中古比，它 CP 值上它要怎么赢？它只是房子新而已啊。那 CP 值要怎么赢？一打开那个室内坪数同样都是3房但是那个新的有够小的啦那没办法弄啊。然后中古的，对啊，什么东西都还好好的，然后空间大大间，到时候人们会更注重去考虑一个东西叫 CP 值，除非还是会有那种一定要买新房子的情节存在，那他们就真的捡到便宜但是他们一样要忍受明明旁边都有 CP 值更高的中古屋，空间管理费生活的成本就这样而且这时候的中古会因为很多人来看，甚至会出现跌不下去甚至特定区域会微幅小涨。为什么？这是有证据的车市车市经济再好的时候，大家都在买新车谁要开二手车开别人开过的就是处女情节就对了。所以经济再好，大家都在疯狂买新车的时候，没有人要 care 那个中古车的时候那市场中的中古车流通就会变得很慢那当然就是便宜要去把它卖掉。然后经济变差的时候一样 CP 值观念那大家都是车子能代步就好了啦，结果变成说新车乏人问津。那中古因为供应就那些嘛，那个需求变增加了之后，车市反而中古车会提高大家价格反而会提高。所以同理如果经济变差了，我个人认为中古屋还是里头最具有战斗力的一群人。要常看我节目应该常常听我讲嘛，我们做中古的就是怎样，天塌下来了有预售顶着，对不对？然后那个预售顶了4年它变成成屋了我们再换个 slogan， 天塌下来了有新成屋顶着。在我旁边中古呢真的是 CP 值是王我们在房价行情大好大涨的时候，我们就是 CP 值是王了到房市变差的时候，那个以前不显眼的 CP 值，因为那时候大家 FOMO 我要新房子这个好漂亮这个华美的公司空中游泳池好等到那个经济都不好，大家花钱非常的谨慎的时候，空中游泳池是干嘛的？那如果我们投票决定不要把它关掉，然后管理费一坪可以省多少，就变成这种讨论然后那个中古屋好就住的也不错然后坪数也很大那甚至有些景观宅早就被中古屋占掉了，他们就变得很香就是这样。对这几件事情先讲，不然怕忘记。就现在不是房地产吹冷风嘛这已经是事实了。那我自己的观察是这样跟你分享一下。先说台北台北市、新北市。那台北目前依然持续在成交那成交的行情没有特别的高，也没有特别的低，就行情这样。只是说现在的买方分布已经变成说 50% 是自住换屋那 50% 是财富传承，投资客几乎都离开台北了。那我想这个也不赖嘛，就没有投资客在那边恶性炒作那前面讲到那个 50% 自住换屋，自住换屋很重要的考量就是小朋友的学区所以蛋黄依然非常坚挺那 50% 的财富传承那财富传承讲的就是就天龙人嘛有钱的天龙人，那通常都是怎样？长辈就是看生几个小孩，然后每个小孩一人帮他们买一间这样要给小孩的这种属性。所以他那个也没有要投资，也没有要炒作啦，就是保值就好财富传承那你有钱，你要放在全台湾最顶尖的房地产市场来自住换屋或是财富传承都可以只是说现在成交在4500万以上已经是目前的常态我居然还有观众去买超过1亿的大安区房子，
然后他们说我台北前辈的团队服务是非常的顶级啊，他们的家族很满意这样。对，所以你要看那些财富传承用的房子或者好学区的房子哦，你就加我前辈的 LINE， 小老鼠拜台北，小老鼠买台北这样，加了你就看到他的大头贴，那个是助理在顾的，那他们会不定期的 po 这些房子给你参考。OK 啊，那讲完台北讲高雄啊，高雄的情况是也一样市场降温那之前的乱买乱出价族群就不见了，我认为这样很好。因为这样子我们就可以专心瞄准重大建设，就比较不会有那外行乱出高价的乱，你知道？那自从我拍了会员影片我会员影片不是都会拍重大建设嘛？那陆陆续续我拍了高雄的重大建设有，楠梓台积电到凹子底3大开发案、富邦凹子底 BOT 案，到71期4地重划、新高雄火车站，到亚洲新湾区你们观众很奇怪我拍一个重大建设，你们就跟着买一个重大建设附近。高雄我是很有信心啊，没想到说，这个观众好像比我还有信心买的比我还贵，买的比我还多，真是蛮夸张那看好高雄，你瞄准重大建设，就找我推荐的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那在高雄你要卖还是要买那你就给他们一条龙就好了，就跟我一样，我过去10几年都是他们处理的，这是真的那我付的中介费这样子加起来早就超过7位数，那你看我还是愿意推荐他们就是真的很没问题嘛很专业很 OK。 他们的 LINE 是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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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小老鼠5个 go那他们有答应我说会 po 在这支 LINE 的房子是都会挑过就是专门给买房阿元的观众，那这些房子都怎样，都适合自产，也都在重大建设旁边，你可以加那个 LINE 来看看高雄没有台北那么贵祝你自产顺利，来高雄玩得开心。赞赞，讲八卦讲八卦，就是现在这个时间点因为股票的关系确实是出现很多的预售屋在平转，它能够做平转，就表示它是在那个禁令之前买的嘛，他们才能够做平转。他们既然在平转，你换个角度看，它在平转的可能是2022或2023年上半年的价格蛮稳的，我觉得以这种现在特定情况之下看，我觉得蛮稳的那当然什么前2个礼拜才那边高雄买到1坪65万，他说要平转，这个他也没办法转因为他就是要硬生生把屋给他交下来那现在我们看到在喊平转转约是一回事，平转又是另一回事降转又是另一回事。好，那他既然是平转的话，当然可能还有中介费啦但是他平转的话代表的是什么？代表的是他是2023年下半年以前的价钱那没有不行啊，你看那个现在涨上去那么多所以是蛮有竞争力的。然后我看那个我那个中间插片广告那个美术之前的赖我自己也有加我看他们来 po 什么也有 po 过平转的东西，我有去问就是那个屋主被股票嘎到然后所以他现在要转掉，就这样不然他今年之内他的屋一定交不下来那就变成他割肉就对了。我跟你说了，就是没有任何一个人在买房子的时候想的事情是我到时候我就来当个老赖，我就是不交屋，我就是要跟建商打官司，没有那么叽歪的人除非对面建商派来的那大家都是觉得说这个房子也不错那我们就来买就这样，大家都是想要好好交屋的。结果发生什么事？就发生了这是股票的情况嘛那股票的情况这个不是说暴跌我认为这个叫爆破了，所以会让一些就杠杆开太大的人直接就被抬出去了，他就没办法在今年之内即将交屋的案件完成交屋，那他就必须要去平转那你加一点利润可能都会有问题，因为那个人家都在平转跑得比你急的人他们都在平转。那平转的案件我这样看起来我觉得有点香因为我们中古屋你现在叫我2025年的5月6月你叫我去生出2023年上半年的价钱的房子，我不知道那个除非是什么最近刚继承到那边乱卖，不然什么情况的，不然的话中古几乎没有这个便宜可以捡特殊情况以外。可是预售现在满地都是这种东西就说明了他们好像也不是看那个方式看未来看得多坏，他们就是很单纯今年的财务状况已经没办法顺利交屋了 OK， 所以他们要平转。我个人会认为这个窗口蛮难得的对啊，真的是蛮难得的以前也不太容易这样子去出现，这次平转真的是舍不得割肉出来的，而不是说什么之前乱买把它弄到爆什么的。我个人的判断是这样
所以我自己最近也在591上看那些平转的物件。不过你现在要去吃平转的物件你就有那个本事，什么本事？就是你要有实力，交屋就这样顺顺利利的把它交下来就这样。哇，你在2025年的等于年中了，还看得到2023甚至2022的价格，真的很香啊！这真的是很香，这是中古做不太到的事情这可能要事故屋才会比较常见但是预售没有。那因为什么外力因素？这都不是房地产的锅，这个都是股票被爆破以后需要钱然后紧急要拿出来换，要割肉掉的。以前我想要预售屋，我很排斥嘛。你看我节目那么久，你知道我是中古流派，但是我现在看看，我靠，这不就呼应了那个今天我们在讨论的这一题，叫做便宜的预售，便宜的新房子要怎么取得就是要等这种叫做莫名其妙的外力因素，就跟房地产本质体质上都无关，它就股票那边被爆了嘛就挖东墙补西墙，这个被挖的东墙就是他今年要交屋的预售，很香这个价格还在以前的时代，我个人认为没有什么，就蛮安全的啦至少这样子，你说日后要期待什么大涨，我也不知道，但就蛮安全的。因为会有那个硬生生交屋把它交下来，反正就会有人成本比你高。同个案子里面，你可能成本真的是已经数1数2的低了。那这种情况之下，你去接那个平常，我个人认为好像还可以呢，不知道。那你有什么想法？